前段时间，哥伦比亚有一架飞机失事，3名成年人全部遇难，剩下的4名儿童在亚马逊雨林当中游荡。整整40天之后，他们终于等到救援。而令人诧异的是，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1个月，最大的也不过13岁，真是了不起的生存奇迹。其实，在历史上也有许多飞机失事后的幸存故事，不过在这其中，一些人为了活下去，毅然决然地吃起了同伴的尸体，而有些人就算是饿死，最后也没能撼动他吃人肉。人心往往是最难琢磨的，当你真的绝处逢生的时候，会不会产生吃掉同伴的想法？今天的这期视频就为大家讲一个极限生存的真实案例。1972年11月8日，飞行员马丁·哈特维尔和往常一样前往北极钻探地点，本来是要护送一群探矿者，但天公不作美，暴风雨即将来临，雾气还一直不散，因此他没有按照原定航线飞行，而是改道前往了剑桥湾，在那里降落。按照计划，马丁要等到天气好转之后再起飞，可这个时候出现了意外状况。原来在剑桥湾那里有人需要紧急治疗，一名护士带着2名患者急需要飞往位于黄刀镇的医院。一位是即将生产的因纽特孕妇，而另一位是年仅14岁的因纽特男孩大卫，他疑似患有阑尾炎，情况看起来都不太乐观。当接到这个任务时，马丁也有过犹豫，因为在这样一个暴风雨的夜晚飞行是非常危险的，而且他当天已经飞行了5个小时，整个人很疲惫，根本就不适宜飞行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生命总是排在第一位的。马丁不忍心看着病人坐以待毙，于是还是决定带着他们起飞。就这样，飞机上一行4人开启了这趟死亡之旅。实际上，只有马丁自己知道这一趟飞行到底有多么的危险。一方面是夜幕降临，视野变差，而另一方面天气异常的糟糕。因此，在飞行的第1个小时里，马丁全程都非常紧张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一直没有收到塔台的信号，这意味着他很有可能飞错了路线。突然之间，云层散开了，飞机进入到了晴朗的夜晚。这让他暂时松了一口气，可没想到这些都只是假象。很快，云层又围在了飞机周围，风速瞬间变快。为了方便无线电接收，马丁把飞机的高度降低到了600米。他尝试联系地面的无线电，但都没有成功。这个时候，他设法打开驾驶舱灯，想要查阅地图，可没想到飞机的右翼撞上了山丘，紧接着就是剧烈的翻转，直接掉进了灌木丛中。飞机坠毁之后，机舱变得残破不堪，护士当场死亡，尸体则躺在马丁的腿上。孕妇虽然还活着，但已经奄奄一息。刺骨的冷空气疯狂地灌进了客舱，把原本已经昏迷的马丁直接给冻醒了。眼前的这一幕让他难以置信，他们坠毁的孤山天气恶劣不说，还处于西北的无人区，而且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左膝和2个脚踝都骨折了，根本就走不了路。而现在唯一没有受伤的只有那位因纽特男孩。经过仔细回忆，马丁想到飞机上有常备救生用品，能供他们搭乘简易的帐篷，另外罐头食品的数量也大概能支撑他们1周。到时候等东西吃完，救援人员肯定也能找到他们。只不过现在的马丁无法动弹，这就意味着所有工作都要落在这个14岁的男孩大卫头上。好在大卫非常的热心，虽然年纪不大，但他任劳任怨，照顾受伤的同伴。为了让他们活下去，大卫用飞机上找到了睡袋，搭建了一个帐篷，还去附近收集了不少木材，准备生火取暖。几个小时之后，孕妇没能熬过去，现在只剩下马丁和大卫。他们数着日子，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。可是时间一天又一天过去了，慢慢的，希望也变成了失望。然而，之所以救援迟缓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坠毁的飞机严重偏离了预计航线。据统计，在所有飞机坠毁事故当中，有90%都能在预计航线两侧32公里的范围内被发现。但按照这个标准来搜查，救援人员肯定是一无所获的。他们不知道马丁的飞机偏到哪里去了，再加上坠毁的这座孤山被皑皑大雪掩埋着。所以，即便救援队每天巡逻好几个小时，从空中望下去，依然难以分辨。时间一长，他们也开始怀疑是否还存在幸存者。可实际上，大卫和马丁在地面上，每看到有飞机飞过，他们都会打开无线电。但由于在坠机过程当中受损，已经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。而此时，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了。本以为最多等待1个星期，可没想到他们苦苦支撑了16天，依然没能等到救援。气温逐渐骤降到了-34摄氏度，最关键的是口粮也已经所剩无几了。为了让他们俩能够活下去，大卫几次都想去寻找附近的湖泊，哪怕只是钓到一条小鱼，起码也能够让他们暂时充饥。可事实证明，大卫所在的帐篷距离湖泊还有很长一段路，他每次都会在中途放弃，毕竟在这冰天雪地里面，有没有鱼还不确定。大卫更担心自己会死在半道上，到时候受伤的马丁更是没人指望了。在荒凉的北极地区失踪，生还几率本身就低得可怜，再加上毫无线索，救援队的工作很快便停滞不前。
终于在11月27日，救援工作被彻底叫停，而地面上，大卫和马丁时刻都会关注天空。突然从这一天开始，不再有飞机飞过了，他们一下子就泄了气。眼下的生活几乎已经接近他们崩溃的边缘，而未来又失去了希望。大卫变得垂头丧气，马丁也很痛苦。可他们能做的也只有撑下去，才有可能等到救援。马丁劝说大卫，现在还不是彻底放弃的时刻，他们必须要突破自己，从死去的人肉当中获得能量。不过大卫却拒绝了这一提议。他死活都不肯吃人肉，可能也是因为彻底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。而马丁身为素食主义者，不到万不得已也绝对想不出如此极端的方式来活下去，所以他毅然决然地吃起了护士的尸体。大概1周之后，大卫瘦的只剩下皮包骨，到后来他连树皮都不吃了，也不想再挣扎。就这样，他躺在了地上，静静地等待死亡的到来。有一个晚上，马丁被他急促的咳嗽声惊醒，随后他便失去了知觉。马丁试图将他唤醒，还给他进行了人工呼吸，但已经没用了。看着一直以来照顾自己的同伴去世，马丁非常的沮丧。这位少年曾经用尽了一切办法来保住他们的生命，却比自己还要先走一步，而马丁也不知道自己的结局会是如何，于是便给自己的儿子写了一封告别信。在救援工作暂停了3天之后，迫于舆论压力，政府又一次重新启动。而恰好在这个时候，奇迹发生了，失灵的无线电信号突然恢复，与外界取得了联系。就在12月7日，一架军用飞机收到了马丁的信号，立刻上报并制定了救援计划。紧接着第2天，加拿大空军的伞兵救援队进入坠机现场，马丁终于获救了。事后，马丁被送往附近的医院，经检查，除了骨折和瘦了将近30斤，其他身体机能都良好。当然，这其中都是大卫的功劳。他一直在设法找更多的食物，如果没有他的投喂，马丁绝对不可能撑到最后。令人唏嘘的是，如果大卫最后能够突破自己吃人肉，那么这位善良勇敢的因纽特男孩肯定是能够活下来的。自从救援结束后，政府便开始对这起坠机事故展开调查。结果不查不知道，原来马丁原名奥利波德·赫尔曼，1925年出生于德国，1944年接受军事飞行训练。在1958年的时候，他获得了西德飞行员执照，并于1967年移居加拿大。在飞行领域，他不具备夜间飞行资格，更不要说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下进行。最关键的是，当时夜间飞行所需要的所有仪器都无法正常使用。但即便如此，马丁还是硬着头皮起飞了，最终导致了飞机偏离航线至少400公里。当然，对于这起事故，公众各有不同的看法。有一部分人纠结于马丁吃人肉的可怕行径，还有一部分人则对此毫不关心。他们关注的重点是马丁不应该贸然飞行，将自己和乘客置于危险的境地。而且据说当时机场还有另外一架飞机可用，或许这场事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。为此，马丁被暂时吊销了飞行员执照，但考虑到他也是救人心切，后续并未受到任何指控。到了1994年，为了纪念大卫挽回同伴生命所做的努力，他被追授功勋十字奖章。马丁称他为真正的英雄，而自己本身并不值得被大众关注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最后再留给大家一个问题：生命究竟是脆弱的还是坚韧的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下你们的看法。那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关注。我是真真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